随着乌军在第二阶段的奋起反攻，俄军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从前线到本土接连遭到重创。8月7日，乌克兰发布数据显示，俄军损失已经达到25.240万人，超过25万人的红线。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个数据水分很大，但从俄罗斯不断提高征兵年龄、增加预备役人员、使用更多雇佣兵的做法就可以知道，俄军的损失并不轻。目前俄乌冲突打得最激烈的依然是巴赫穆特，双方在此地已投入了超过10万的兵力，尤其是上个月底乌军拿下克里西夫卡，巴赫穆特周围所有高军事价值的地方均落入乌军手中后，双方在此地的烈度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7月28日凌晨，俄军深知巴赫穆特战况对其极为不利，为了守住巴赫穆特城区，便命令第8集团第23火箭旅动用集束炸弹，对乌军第34山地旅发动了巴赫穆特战役以来最惨烈的一场大战，没有之一。当时俄军第23火箭旅一次性拉出180门火箭炮，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对乌军第34山地旅阵地狂轰1万枚集束炸弹，平均50米2发。1万发集束炸弹的连环大爆炸，把乌军第34山地旅的阵地瞬间全部炸飞。集束炸弹所到之处，乌军随即倒下一大片，整个阵地血肉横飞，战况异常惨烈。1个小时后，乌军第34山地旅阵地变得鸦雀无声，一片死寂。事后，乌军多支部队果断向该地区支援，总兵力达到可怕的7万多人，其中还包括2万多人的北约雇佣兵，而俄军坚守巴赫穆特的也有2万多人。7-2的人数差距让乌军依旧占据优势，而且挨打了不还手可不是乌军性格。此后，乌军对巴赫穆特地区的俄军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从北到南，分别在别尔西夫卡、亚西德尼、索莱达尔、克里什奇夫卡、安德里夫卡、库尔久米夫卡等多个地区，利用制高点不断炮击俄军，迫使俄军将东部的预备队、精锐伞兵不断投入巴赫穆特，从而实现将大量俄军绞杀在巴赫穆特的目的。如巴赫穆特南翼地区，乌军8月3日组织了包括雇佣兵在内的10余个突击小组，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不间断地向巴赫穆特和克列谢耶夫卡之间的人工林地区发动进攻。但该地俄军占据了防御工事的优势，加上后续有增援部队的进入，导致该地区截止到8月7日一直处于反复争夺的灰色地带。不过即使反攻再艰难，乌军也没有放弃。当天在安德里夫卡以南地区，乌军便将前来收复阵地的俄军赶了出去。目前阵地战仍在继续，俄军出动了小股部队袭击乌军，但成效不大。另外，据亚速营第3任指挥官马克西姆·若林表示，距离巴赫穆特城区不到10公里，开车仅需10分钟的关键村庄克利斯奇夫卡村也已经被乌军部队控制。目前乌克兰官方还没有就他的说法发表声明，但俄国防部在其前线活动每日简报却佐证了这一点。俄简报称，俄军对克里斯奇夫卡村及周边进行了空袭和炮火打击，摧毁了乌克兰的车辆和装备。截止到8月8日，巴赫穆特南翼，乌军沿林带组织兵力向克列谢耶夫卡以南发起攻势。乌军在该区使用集束弹药开路，克列谢耶夫卡以南，乌军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出动了突击队，不算激烈的持续了几个小时，乌军停止了进攻。另外，在库久莫夫卡地区有强度较低的战斗，比起南翼的热烈，巴赫穆特北翼地区就稍显平静，也就别尔霍夫斯卡水库打得惨烈一些。如8月6日，在别尔霍夫斯卡水库一侧，乌军派出4辆坦克和6辆装甲车，协同1个排的步兵对俄军阵地发起骚扰性的进攻。又或是8月8日，乌军的第1梯队再次出动4辆坦克、7辆步兵战车，其中包括瑞典 CV9040 步兵战车，对别尔霍夫卡发动了进攻。不过2次进攻均遭到了俄军猛烈打击，大部分坦克和步战车遭到了摧毁。而在北翼其他方向，乌军进展得不错，解放了别尔西夫卡西北侧，目前正在亚西德尼附近同俄军发生了激战。总的来说，在巴赫穆特地区，乌军的推进虽然缓慢，但其十分有自信，让俄军感到巨大压力和危机感。乌国防副部长汉娜·玛利亚尔也称，俄军已经被迫继续增援巴赫穆特。由此可见，俄军在该地的确面临巨大压力。而且从上述战况来看，乌军似乎不着急向前攻击，正不断诱使俄军将更多克里米纳、库皮扬斯克方向的部队调往巴赫穆特。因为比起乌克兰，俄罗斯更不能失去巴赫穆特，
否则这将是一场宣传上的大失利，之后将很难辩解俄正规军力不如瓦格纳的事实。所以俄军只能不断增援，派出空降兵部队、预备队，要求守住巴赫穆特。但制高点在乌军手里，乌军目前正用集束弹药大量杀伤俄军士兵、装备和补给。可以说，巴赫穆特再一次成为消耗俄军的陷阱。如果俄军不能夺回失去的制高点，不管派出多少增援来，最终都会被绞杀在巴赫穆特。等到俄军没有更多力量增援时，乌军将顺势拿下巴赫穆特。当然，除了巴赫穆特制高点争夺外，能决定第二场绞肉战胜负的关键，或许就在其他战线。因为只有在更多的战线取得优势，乌俄双方才能有余力支援巴赫穆特。那其他战线的战况如何呢？在东部其他战线，乌军在炮火猛烈攻击下穿越了俄军阵地和雷区，在多个战线取得进展，让俄军攻势回到了原点。如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利曼方向，乌军在卢甘斯克前线发起反击，随后夺回了新耶霍利夫卡村，并到达目前正在发生冲突的纳迪亚村郊区。这两个村庄以及谢尔西夫卡村因之前俄军对卢甘斯克州的进攻而丧失。8月3日，乌军在反击行动将俄军从谢尔西夫卡及周围阵地赶了出去，而俄军控制谢尔西夫卡和新埃戈里夫卡尚未得到证实。8月5日，俄罗斯声称俄军已经占领了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地区的诺沃塞利夫斯克村，然而乌克兰军方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已经击退了俄罗斯对那里的袭击。8月7日，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报告说，俄军在塞雷布良斯克森林地区和比洛霍里夫卡附近发动了不成功的进攻。所以仅从战果上看，俄军近几周的东线攻势是失败的。在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利曼方向，俄军并没能打出所谓10万人集结的大战斗。当然不排除俄军将精锐部队调往巴赫穆特增援的因素。而随着新耶霍里夫卡的夺回，在该地区俄军手中仅剩下谢尔西夫卡小村庄和热列贝茨河以西的一小部分土地。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克兰控制的区域增加了 5.5 平方公里。左侧卡缅斯克方向，俄军压力越来越大。俄乌双方在罗伯季涅和维尔博维中间地带发生战斗，乌军在罗伯季涅站稳了脚跟。如乌军第47旅还在这里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一架俄军卡52直升机。在顿涅茨克州方向大诺沃希尔地区，自7月27日乌军第35旅和第7艾雷营宣布解放旧马约尔斯克后，俄乌双方在旧马约尔斯克以南的战斗就没停止过。8月6日，有消息传出，乌军攻入乌罗扎因并站稳脚跟。驻守该村的俄军东方旅指挥官霍尔达科夫斯基声称，乌军部队于8月6日暂时越过分隔2个村庄的溪流。有视频显示，乌军加强了该地区的行动，打算从两侧逼近普里尤特涅和扎维特内，并向俄军施压。在赫尔松地区，乌军大量步兵、特种部队都过河行动。乌军用 FAB-500 炸弹袭击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军，但依旧没能阻止乌军得到推进。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下属 SSO 部队在赫尔松地区左岸开展行动。8月5日，有证据表明乌克兰已将其桥头堡扩展至康卡河，乌克兰部队没法往东向奥莱什基推进。8月8日，据俄罗斯任命的赫尔松州长萨尔多称，乌克兰军队试图在小扎拉赫里村附近登陆2艘登陆艇。其他俄罗斯消息来源也证实，乌军频繁现身在赫尔松左岸小扎拉赫里村附近。目前在赫尔松地区，乌军已经加大火炮和渡河的人数，很快将从赫尔松发起进攻。而在此之前，乌军继续采取消耗战术，持续打击俄军阵地，摧毁俄军炮火、装备、后勤补给等，并封锁俄罗斯石油出口，让俄黑海舰队受到限制。综上所述，各处战线乌军反攻进展虽然不多，但已逐步占据优势。这对巴赫穆特的乌军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估计用不了多久，巴赫穆特就能解放。战场尚且如此，在援助方面，俄军可没法比。这2天乌军又收到了新援助，今后乌军的战场优势估计又要扩大了。8月7日，乌克兰证实德国联邦医院就向乌转让金牛座远程导弹达成共识，可能很快就可以移交。金牛座远程导弹是一款远程空对地亚音速巡航导弹，旨在进行高精度打击并击败高度防护的敌方防空目标。据公开消息称，德国在2005年至2010年间订购了600枚此类导弹，目前一枚导弹的市值约120万美元。这款导弹的射程可达500公里，飞行高度为30到70米，最大速度为 0.6 0.95马赫。
导弹主装药是高达400公斤的高爆药，位于高强度客体内，可击穿混凝土和厚重的土石，其战术和技术特性甚至比已经在乌军服役的暴风影和头皮导弹更好。金牛座远程导弹如果移交到乌克兰，第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这方面今后火力军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同天，美国陆军负责后勤采办的助理部长道格拉斯·布什宣布，美国批准向乌克兰转让第一批艾布拉姆斯坦克。乌军心心念念的 M1A1 坦克将于9月初抵达乌克兰。美国援助31辆配备贫铀弹的 M1A1，若是全部援助到位，便可组建一个坦克营，加上英国先前援助的挑战者2，乌克兰估计要在某处战场搞一把大的了。同时，美国还要在近期再次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军事援助，这2亿美元是之前会计核算错误的62亿美元中的第一笔。本次2亿美元军事援助包括排雷设备、TOW、AT4 标枪等反坦克武器，以及洛马公司为爱国者系统制造的防空拦截器和制导火箭多管发射系统、导弹等武器设备。据统计，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援助乌克兰664亿美元，包含433亿美元军事援助、205亿美元经济援助以及26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除此之外，8月7日还有媒体报道称，拜登政府正在研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的请求，并在今年秋天的新年度预算中获得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北约、欧洲各国并没有援助多少高级武器，就已经让俄罗斯捉襟见肘。如果拜登为了大选连任，有可能在2024年大选前加码援助，让乌克兰取得更大胜利。届时若是能不断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将逐渐被拖垮。或许这也是乌克兰拒绝一切和谈的底气所在。总之，现在有很多乌军士兵的目标就是彻底击败俄罗斯。扎卢日内曾说，要彻底击败俄罗斯，使俄罗斯50年都不敢向西看。俄乌战争已经18个月，战场上看不到俄罗斯的亮点，反倒是被乌克兰不断的消耗。沙特吉达峰会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报道乌克兰情况的信息多了起来，且大部分都是好消息。不能说泽连斯基乌克兰有多厉害，但现阶段的乌克兰已经让俄罗斯骑虎难下。今后不仅是巴赫穆特，或许整个战场的局势都将朝着对俄军不利的方向发展。好了，关于乌军逐渐包围巴赫穆特，各处战线优势在乌，大家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